在纽约最重要的就是少管人家闲事。香港警察马汉强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叔父马彪的婚礼，彪叔带着马汉强回到他布隆克斯的家，房子很大，如果是在香港拥有这么一间大房子，那就衣食无忧了。马汉强来的第一天还认识了住在隔壁的残疾男孩丹尼，丹尼身世可怜，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。彪叔带着马汉强来到他经营的超市，这间超市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彪叔还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黑婶婶。彪叔决定在结婚前夕卖掉经营许久的超市，因为婶婶想在婚后买个农场养马。一个叫依琳的女孩对这间超市很有兴趣，便来到超市和彪叔商量买卖的事情。彪叔带着依琳来到他的办公室，办公室的窗子在外面看来是个寻常无比的镜子，里面却将外面的光景尽收眼底。做老板嘛，自然要眼观六路。彪叔忙着谈生意，马汉强就在超市帮忙做些搬东西的杂活。他脱掉上衣，露出结实的肌肉，经过镜子时自我欣赏了一番，返回时又对着镜子一脸狰狞地挤起了痘痘。这一幕也被依琳看到，他觉得十分有趣。最后超市以370万的价格被依琳买下，明天的婚礼也准备妥当。彪叔和好友史蒂文借来一辆漂亮的古董车作为婚车，史蒂文嘱咐彪叔千万不要刮花车子，因为车是他们老板的。夜里，一群机车党在楼下比赛，被吵醒的马汉强饶有兴致地看着，没想到2个女骑手竟直接从停在路边的2排车子上通过，彪叔的婚车也停在那里。马汉强赶忙下楼阻拦，被拦住的女骑手因此输掉比赛，愤恨地看了马汉强一眼。婚礼顺利举行，彪叔带着婶婶去度蜜月，约定1周后回来和马汉强一起回香港。在此期间，马汉强就留在超市帮依琳的忙。超市重新开张的第一天就受到以托尼为首的一群混混的骚扰，他们在店里随意吃拿，无法无天，更是没有将依琳一个女老板放在眼里。好在马汉强是个好打不平、正义感十足的人，他迅速出手制服了几个混混，混混们落荒而逃。依琳心里十分感激。晚上，马汉强也准备收工回家，路上无意间听到一个姑娘的呼救声，马汉强循声赶去相助，结果中了托尼一伙的圈套。求救的姑娘南希其实是托尼的情人，也是丹尼的姐姐。寡不敌众，马汉强被一伙人堵在巷子里，他们恶趣味十足，用棒球棍将酒瓶一个个击飞，朝着马汉强砸去。马汉强被打倒在地，混混们因为内部起了争执一哄而散。南希回到家发现丹尼正在打游戏，他以为丹尼把吃饭的钱用来买游戏机，丹尼回答是隔壁彪叔的侄子阿强送给自己的。南希出门扔垃圾，浑身是血的马汉强也跌跌撞撞爬回了家，然后体力不支晕倒在楼梯口。南希原本不打算管，听到丹尼说他就是阿强时，才将人搬进了房间，并替他包扎了伤口。第二天早上，马汉强醒来后，身边只剩丹尼，他怕混混们找依琳的麻烦，便起身前往超市。中途再次被托尼一伙人发现，他们骑着机车一路围追堵截，双方一路追逃到一个停车场。马汉强拼尽全力躲藏闪避，混混们无法无天，不知道破坏了多少辆车，却愣是没碰上一个硬茬车主，这可能也是他们愈发嚣张的理由。为了躲开他，几次都被堵到没有退路，混混们根本不忌惮闹出人命。在发现马汉强躲在一辆小货车里时，竟合力将车子推下了5、6层楼高的地面。好在马汉强关键时刻跳下了车子，但没跑出多远，再次被一群人堵住，挨了马汉强一拳。鼻子断掉的精神小伙再次向马汉强挑衅，一脸不可思议。警笛声响起，他们也不再逗留，鸟兽状散去。黑手党和某帮派因为钻石交易在街头火拼，前来交易的帮派被黑手党肃清。路过的精神小伙趁机从濒死的帮派成员手中夺走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装的是一袋钻石。精神小伙随即被黑手党追杀，他逃进了南希住的居民楼。这时马汉强正推着丹尼外出回来，躲过了一个黑手党的搜身，赶来的警察将2人全都带回了警局。见外面安静下来，马汉强将轮椅和垫子搬进了家。南希为那天的事向马汉强道歉，2人都没有在丹尼面前提起这件事。南希给丹尼买了新的轮椅垫子，装着钻石的旧垫子被换了下来，就那样随意扔在了地上。黑手党势力庞大，警方亦没有能指控他们犯罪的证据，只能将人放走。黑手党返回居民楼寻找钻石的时候碰上了马汉强，便谎称联邦警探，并留给他一个名片，表示如果捡到赃物钻石就联系他们。南希是个地下舞者，他和猛兽同台演出。马汉强到南希工作的地方找他，没想到托尼一行人也在这里。南希拉着马汉强躲过了托尼的追赶，2人来到湖边，马汉强劝南希不要再这么堕落下去。托尼头上冒着绿光，为了发泄怒气，他带着小弟来到依琳的超市一顿打砸。此时南希和马汉强正带着丹尼在公园玩耍，失踪好久的精神小伙盯上了他们，趁2人去买冰淇淋的时候，掀翻丹尼的轮椅抢走了坐垫，但坐垫里面并没有他要找的东西，没有得到答案便将其中一个塞进了粉碎机，手段十分残忍。马汉强找到依琳，看着眼前被毁掉的超市十分愧疚，他让南希带自己来到托尼的地盘，这里鱼龙混杂，嘈杂的人声和音乐交织在一起，
马汉强锁定了目标，搬起旁边的音响狠狠砸在了台球桌上。托尼拿出枪指着马汉强，想和马汉强比划2下，结果自然是惨败。围观的小弟们见老大落败一拥而上，在这种满是家具的地方想要打赢马汉强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他一边灵活走位，一边抄起手边能用的家伙，将托尼的小弟们打得落花流水。托尼心疼家具喊了停，他承认马汉强赢了，让他立刻离开。马汉强教训完人，又给他们上了一堂课，让众人不要再做让人厌恶的社会蛀虫。他希望大家下次见面不是打架，而是坐在一起喝茶。马汉强准备离开时，被黑手党抓住的小弟跑了回来，手里还拎着已经变成一堆肉泥的另一个小弟。他传达了黑手党的意思，如果不交出精神小伙，在座各位都得变成肉酱。小弟们闻言纷纷落荒而逃，只剩南茜、托尼和马汉强3人。马汉强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联邦密探，而是黑手党。在他们的逼问下，精神小伙交代钻石就在丹尼的坐垫里。眼看这帮凶徒已经没了耐性，马汉强急忙谎称自己知道钻石在哪，于是他被挟持着回到南希家，无意中发现了沙发下的旧坐垫，接着急中生智和丹尼联手将2个歹徒制服。就在这时，歹徒身上的电话响起，是黑手党的老大白老头打来的。他命手下拿到钻石就杀了所有知情人。马汉强赶忙提出钻石在自己手里，想要拿到就必须放过所有人。马汉强挂断电话，安置好丹尼，然后拿着钻石一路飞奔来到超市寻求帮助。依林已经重新修整了超市，马汉强掏出怀里的钻石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了依林。2人正在楼上商量的时候，黑手党的人来到超市，他们将铁链一头绑在超市的几根承重柱上，另一头绑在一辆重型挂车上。车子启动，依林刚重新装修的超市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墟。接着黑手党再次打来电话，要求马汉强1个小时之内赶到沙滩道100号，并且警告他不要报警。马汉强转头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，警察在马汉强头发里安装了窃听器，并告诉他应该怎么做，随后便将他送到了约定的地点。交易地点，马汉强没有见到黑手党的头目，直接表示自己要和他们的老大白老头交易。黑手党见老大身份暴露，便打去电话征求下一步行动意见。白老头正在打高尔夫，他怀疑马汉强已经报了警，便决定舍弃钻石，让手下把所有人质都解决掉。2个下属带着马汉强来到一个船坞，随便打开其中一间，将他拖了进去，并且拿掉了他头发里的窃听器。准备动手时被马汉强逃脱，警方也随即赶到，对几个歹徒进行了包抄。无路可逃的歹徒劫持了2个船员，然后开着一辆黄色气垫艇逃离。马汉强拉着气垫艇的绳子被一路拖行，直到气垫艇冲上沙滩，他才得到喘息的机会。面对警察的围堵，负隅顽抗的歹徒们将气垫艇开上了街道，一路横冲直撞，引发了多起连环事故。马汉强抄起路边一家博物馆里的大刀，又强行借来一辆跑车，把刀子卡在车门外，拧紧油门冲向气垫艇，大刀割破了气垫，气垫艇也终于被迫停了下来。马汉强冲进驾驶室，控制了几个歹徒，并逼问出了白老头的位置。警方的人马也很快赶来收拾残局。马汉强来到高尔夫球场，开着一辆气垫艇冲了进去，身边只有2个保镖的白老头就这